你说你是凶手？回禀父皇，儿臣的确是凶手。你说你是凶手，那杀人的动机呢？儿臣对那个段方士实在是看不顺眼了。看不顺眼就把他杀了？你是这种人吗？儿臣最痛恨那种滥杀无辜的人，还研制什么屠龙毒液，对那种不仁不义的阴险小人，人人得以诛之。哼，那么大义凛然，先前你为什么不承认？古往今来，哪个杀人凶手会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呢？父皇要所有人死，儿臣于心何忍？所以无奈承认了。一派胡言！皇上息怒，微臣认为，太子不可能杀人的。朕还要你来指出。我生你出来，会不知道你的性格。你是绝对不可能杀人的。父皇英明，一眼就看出真凶不是我。其实真正的凶手是独角龙。是啊，皇上，是独角龙。他趁段方士施药的时候，就杀了段方士，逃走了。有一次在施药的时候，他杀了兵团的勇士洪勇啊！哼，难道朕没有想到吗？追查只是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怀疑。堂堂一个皇太子，把杀人凶手的罪名包揽身上，你目中还有皇法吗？哎呀，怎么洗不掉啊？还是这么臭啊！喂，你干嘛？没什么，幸亏我着凉了。哎，不过我着凉都闻得到，你说你是不是太厉害啦？哎呀，哼，都是那个死狐狸精害我的。谁叫你要钓金龟婿啊？现在钓到一身骚了。哎，我真是够倒霉的，丑成这个样子，将来我怎么嫁得出去啊？你可以找一个挑粪的，这样就不怕你身上的臭啦。什么？要我找个挑粪的？不喜欢啊？有啦。夫子说铜臭是最臭的，你可以找个满身铜臭的，这样你们不就是臭味相投啦？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知道铜臭越臭越是宝嘛。你也有很多黄金啊，你也有很多铜臭哎。对呀，那死狐狸精留了很多黄金给我嘛。有铜臭没狐臭。嘿，这次你最聪明啦。嘿嘿。哇！好臭啊！好臭，好臭啊！我的黄金怎么会变成粪土，比我还臭啊？怪不得夫子说视钱财如粪土，看起来它还真的是粪土哎。哼！哎呀，别哭别哭，起码你捡回了一条命啊。对呀，幸亏翡翠救了我，不然我还真的活不成。哎，那翡翠，不是那条龙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水玲珑。水玲珑，这么难听的名字。它是一条龙啊，那我们不是很危险？怎么办啊？哎，你赶紧叫它走啊，别害了我们啊！水玲珑姐姐是为了要保护翡翠姐姐的身体才留下来的，她一走啊，翡翠姐姐就活不成了。多谢父皇不再追究，儿臣敏感妩内。对了，父皇，您的失眠症近来是否有所改进？儿臣很为父皇担忧啊。我的事不用你担忧，反而是独角龙杀了段方士后潜逃。我恐怕他下一个目标可能是你。父皇，您就放心吧，儿臣福大命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是托大，不是福大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学群龙无首防身。群龙无首，这是什么武功啊？哎，你一天不学，为父就天天为你担忧啊。我示范给你看。哦。你看好了。
群龙无首能取人性命于电光火石的刹那间，对付龙更为见效。当今世上只有朕会这种绝世的武功。现在，朕先教你基本的，从口诀练起，过些时候再以活人练习。什么？父皇居然还用活人做靶？都是牢房里的死囚。不行，这种阴毒的武功，儿臣是不会学的。当你面对一条龙，那条龙想杀死你的时候，你还会说这种武功过于阴毒，儿臣宁愿被龙所杀，也不愿意学习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也该为国家想想。你是当今的太子，如此柔弱，日后如何治理国家？治国之道，要以王道治天下。所谓最好的剑，是以德为刃，以饶恕为剑柄，以仁爱为护手。如果孩儿学了如此凶残的武功，就等于以毒蛇来管理百姓，对父皇的江山有害无益，所以儿臣不要学。你居然教训为父，骂为父毒蛇！儿臣只是打个比喻，并非教训父皇。如果今日不逼你，将来死的会是你。万一你有了什么意外，为父会很伤心。我这样为你，你为什么不多想想？来，干杯！哎，我提议啊，为我们的大英雄李斌再干一杯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干一杯！来，干杯！来，来，哎，干喝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英雄，各位言重了啊！哎呀，李斌兄弟，小弟我差一点就成了刀下冤魂了。若不是你仗义挺身而出，方解救了小弟。你真是我再生父母，请受小弟一拜。花兄弟，何出此言？兄弟间不用那么客气的。这次看到李明兄弟无罪释放，我们大家又可以在一起喝酒了，真是太开心了！来，干杯！哎，干了！不过有一事呢，我始终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李斌兄弟可以无罪释放呢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哎，我知道，李斌兄弟，你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皇亲国戚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不提这个了。我敬大家一杯，怎么样？来来来，来，哎，来干！哎，严正兄弟，你跟李斌兄弟都没事了，干嘛还闷闷不乐的？是不是去迎春阁找那王八妹的事让娘子知道了啊？那一夜夫妻百日恩，这是对新娘子；一夜夫妻百二文，那是对王八妹。男人可以风流，不可以下流。哎，快对新娘子磕头认错去啊！去吧，去啊，去认错。对啊，你们说够了没有？烦死了！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哎，李斌兄弟，你怎么也不大高兴的样子啊？我大概是妒忌严成兄弟有新娘子可以认错吧？啊！这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，所以呢，我要敬严成兄弟一杯，作为赔罪。严成兄弟，你公私分明，好友度量，我很敬重你，当你朋友，干一杯。喝嘛。哎，对了，以后大家都是好兄弟了，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了。我们到底是去野餐还是去逃难的？当然是逃难了，不然带那么多东西干嘛？可是按我们这样跑，一天跑不了10里路。一天跑1里就好了。什么？只跑1里呀？啊，只要有公子的马车经过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你还想着什么公子啊？当然啊，不然你真的想要走几百里路啊？唉，也不知道爹爹躲哪儿去了。我们得赶紧找到他，要通知他离开这儿。爹爹呢，最喜欢钱，凡是能看到钱的地方，他一定会去的。有道理。夫子说：“亲情重千金。”金钱跟亲情比起来，只是一点点。钱可以4两拨千斤，这个道理你这傻瓜明白吗？可是我们一声不响的跑了，不告诉他，我会没牙齿的。
什么叫没有牙齿啊？无耻喽！人家水玲珑救了你，还救了翡翠姐姐，还请我吃了很多的冰糖葫芦。我们这样抛下她是不对的。有道理。我们做人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呢？哎，不如我们回家吧。这就对了。我们不能抛下水玲珑，这样太忘恩负义了。哎呀，不过回去之前得通知一个人啊。谁啊？明珠，别过来！为什么？你不是找我有事吗？反正你别过来就是了。明珠啊，你不是找我有重要的事情吗？这样离得远远的，你能听得到吗？是这样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哎呀，难言之隐啊！哎，明珠，你先别急，如果有什么话你不方便讲，等想到了回头再跟我说啊。哎，别走！哎呀，是翡翠她怎么了？先声明一下，我不是嫉妒你们，也不是要离间你们，我是真心的祝福你，你明白吗？你来这里就是要告诉我这些吗？但是我要劝告你，你最好还是离开他。哎呀，虽然翡翠她嫁给严城，虽然我明白，我不会骚扰她的。你不明白，你一点都不明白，你还是离开他吧，我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，我答应过他，我绝对不再纠缠他了。你答应了？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担心这件事情，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呢。谢谢你啊。怎么了？你很痛苦吗？没有。你别骗我了，我看得出来你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唉，不能爱自己心爱的人，爱情真的是让人心碎。哦，那你说完了吗？如果你说完的话，我要走了。哎，你等一等，我还要说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知道了，你闻到我身上的臭味。没有，不是的，不是。你是难以忍受我的臭味。明珠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想伤你的心，可是你还是应该好好想想办法，去治好你身上的气味。真是不好意思啊。隔那么远你还是闻到，难道我身上的味道真的令人那么难受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千万不要气馁，我觉得总有解决的办法的。我先走了啊，再会啊。哎，夫子，连夫子这么有礼貌的人也忍受不了这臭味，我看这臭味一定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。我还有什么希望啊？好臭啊！好臭啊！从来没见过这么臭的人，臭死了！天下第一臭美人呢，这是！哎呀，臭！喂，你们说话也有点口德。怎么说，我也是大美人啊！哎呀，什么呀，臭啊！这天下第一臭美人！哎呀！为什么每个人都这样子说我？我只不过想嫁个有钱人罢了。唉，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命苦？别再往前走了。怎么，你真的要自杀？跳崖？哎，你这种人留在世上也是浪费粮食。连你也这么说。跳吧，这崖挺高的，跳下去必死无疑。真跳下去了！你干嘛要救我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
没事，我走了。怎么了？你要干什么？赶快帮我把腰带挂上去。怎么？你想上吊啊？不上吊，我费这么多力气干嘛？拿，快点，来。好，先是跳崖，继而上吊，看来你是非死不可喽。像你说的，我这种人活在世上也是浪费粮食，不是死了好。对，我看也是，死了干脆。不过呢，你要先去洗个澡，否则你这样臭气熏天的，怕阎罗王也怕了你，把你挡在鬼门关外面。问题是，我无论洗多少个澡，也洗不掉这一身骚啊。对，我看也是。这也就是说，我死也不行，不死也不行。天哪，我到底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走呢？真是惨绝人寰呐！这可说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，害了什么人。我只不过是想嫁个有钱人，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？哎，你不是嫁给严城了吗？唉，一言难尽，别提了。你被人骗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像你这样的人，不骗你骗谁啊？连你也这样说我？只不过被人骗了一次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被人骗得这么惨，你还说没什么大不了？那怎么样才算是大得了？你说呢？凡事一不离二，二不离三。等你被骗到第3次的时候，你再死也不迟啊。骗一次已经惨无人道了，骗多几次那还不死翘翘？要烦啊！那好，你去死吧。好，我马上就去死。但我想到最好的死法，我马上就去死。哼，不用麻烦了，我成全你。你想怎么样？欺负人啊？其实你要钓金龟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你是出于孝顺，如果你死了的话，你爹还要活，他需要钱，所以说你一定要继续去钓金龟。但是我每次都失败，上海不要我，李斌不要我，小王爷是个小妖精。其实我的目标跟所有女性所追求的都一样，为什么我追求不到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？人不是有一句叫做否极泰来吗？你连妖精都遇上了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倒霉的呢？你倒霉透了顶，那运气自然就会跟来。会吗？只可惜我不是你要的那一块。这样吧，如果10年后你还没有遇到好郎君的话，那我将就一下，把你给剪了。10年后如果没有人要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剪。大爷的菜！玉菊阿姨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除她身上的味道？现在明珠身上有一股狐臭的味道。泡硫磺浴可能需要泡很久啊。明珠，你先出去等我。哦，拜托你了。玉菊阿姨，能不能快一点？除非加进一种很强力的配方，就是在硫磺中配合人老珠黄4种药材，可能会有效。人老珠黄？什么人老珠黄？就是人中黄、老牛黄、珍珠黄，还有一种黄花磨成的花心黄，不过可能会有后遗症。后遗症？什么后遗症？就是人老珠黄呗，因为药性太强了。这也有可能不会有后遗症，不过这是因人而异。那好吧，我们只能试一试了。玉佳阿姨，这方法真的有效吗？当然有效了，浸过我的硫磺浴，别说是人的鼻子，就算是狗的鼻子也闻不出来。不过以你这种严重的情形，浸一次硫磺浴，只能暂时洗去1个时辰。啊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那就要天天来洗啊。既然你是姚烈介绍来的人，每次我只收你8000银子，今天啊还是免费试用。啊，
这么说1个时辰就要1000银子，这么贵啊？哎，不贵，千金难买片刻的美丽。只要你洗过一次，就会知道其中的好处了。咦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味道这么臭啊？这个呢，就是特制的美容花粉啊，除臭、润肤、速成去你的臭味。不然呢，收费怎么会这么高昂呢？别说了，快点脱衣服吧。小白龙，有个客人要你伺候。非你不可哦。我？谁呀？黄脸婆。黄脸婆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你干的好事，肯定是人老珠黄抛出来的祸。你那鱼酱阿姨呀，不断的加入什么人老珠黄除臭剂，我现在真的是人老珠黄了。别急，别急。什么别急啊？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说。温柔啦，贤惠啦，大方啦。大你的头啊！女人最重要，除了样貌还有什么？你们男人看女人，难道不是先看样貌吗？什么贤惠、温柔、大方，你骗谁啊？明珠，我真是倒霉，先是碰上狐狸精，搞得全身臭，弄得要进人老珠黄浴，弄得全身黄黄的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不如这样吧，我去问瑜伽阿姨，她可能还有别的办法。我才不要呢！她把我害得那么惨。对不起，我实在很对不起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有阴谋。我有阴谋？对，你有阴谋。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你喜欢我。你呢，一定是喜欢我，所以想找机会接近我。谁知道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你也不理我了。以前啊，有臭味的时候还有挑粪的会喜欢我，现在这么黄，连挑粪的也不要我了。有啊，有人会喜欢你啊。谁啊？卖炭的。嫁个卖炭的，反正2个人都是乌漆麻黑的。胡说什么？死鬼还取笑我，太过分了。哼。好了，明珠，别哭了，我在想办法。如果我不能变白，我就嫁不出去了。我不管，你一定要喜欢我，不然我就死给你看。哇，鬼怪啊，鬼怪啊！吵什么啊？是我呀。你干嘛把面粉全涂在脸上？不这样能怎么办啊？那倒是。那只狐狸精喷臭屁害你臭，净硫磺想除臭却变黄，想变白白的只能用白白的东西喽。难道有白花花的银子啊？你怎么老想着银子啊？哎，除了面粉，银子是白的，还有什么是白的？羊奶嘛。好弟弟，你好聪明啊！不行哎。为什么？羊奶很贵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？不如等爹爹回来吧。哎呀，爹爹说过，他骗翡翠嫁给严城，需要好一段日子才会回来的。要找爹爹拿钱，没法子。说的也是，爹爹就算在，钱还不是拿去赌了。翡翠姐姐整天待在阿成哥哥家闹着要休书，哎，不如找他商量一下。不成，他是龙，很危险的。万一让伏魔冰堂给发现了，我们麻烦可大了。哎呀，不要紧的，水玲珑呢上了翡翠身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不成，他没钱，难道要他变法术？万一被识破的话，我们啊，不止人老珠黄，还要家破人亡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男人，怎么办？由我一个人扛起来吧。
你，嗨，你们知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羊奶啊？你找羊奶干嘛？哎呀，我有急用啊，你快告诉我吧。市集那儿不是有卖羊奶的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可是1两银子才1斤，我哪有那么多银子啊？哎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不过呢，我有个条件，你说。每天为我捶脚。哎呀，你的脚这么臭，要我替你捶脚？哼，我才不要呢。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。是啊，现在是你来求人家的。好，好，说书人说，男儿为了家，忍气吞声都不怕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真的要答应他？是啊，那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啊？这个嘛，我现在想不起来。你先帮我捶脚，买瓶糖葫芦，我就会想起来了。真舒服啊！姐姐，我再帮你去倒一点羊奶啊。你们动作快一点嘛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知道了。好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白了没有啊？啊，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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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白了，白了一半。啊！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夫子说过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对呀。哎呀！鲁夫子，学生怎么都不在了？哎，他们进来啊，整天都缺课。李夫子，何以近来不回来看学生了？一言难尽，我很想回学堂来看看。只有这里，才能让我快乐，让我忘记忧愁。可是现在，学堂里只剩1个学生了。今天真顺利，这么快就拿到羊奶了。是哦。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了，咦，李夫子。对啊，同学们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对不起，李夫子，我们知道了。迟到总比没到好，一定要知错就改。其他学生呢？就是他们4个小鬼去偷羊奶的。不可能，我的孩子是不可能偷东西的。官差大哥，一定是弄错了。他们4个小孩子怎么会是小偷呢？我已经盯他们好几天了，不可能弄错的。你们几个小鬼是谁带头了？给我站出来！小马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给我说实话。不关我的事，是他。是我。原来是你啊！虽然我是听了小胖的话，但是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。哎呀，都是你们这些当夫子的管教不严。陆夫子，你，嘿，是老夫的不是。学校都办成这样了，难怪没人来上学。我是这些孩子的启蒙老师，管教不严，我应该负全部责任。李斌父子，当初是你劝我们把孩子送来上学，我们相信你能把孩子教好，才答应的。谁知道你教他们偷东西。我往后也不送孩子来念书了。就是嘛，你这是……各位，你们请听我说，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官差大哥，这次所有的赔偿，在下愿意负责。我看你不是当夫子的材料，还是不要误人子弟了。就是啊，就是嘛。是。元宝，你最坏，居然带头偷东西，把手给我伸出来！哎，你别打他们，他们是为了我好。要罚，你罚我吧。为什么？元宝他们都是为了我好，他们偷羊奶是希望能够漂白我的脸。元宝，要帮人也不能当小偷啊！穷也要穷得磊落光明。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云中，你要想有一个好弟弟，你就不要拦着我。元宝，把手伸出来。以后还偷不偷东西？小马，还敢不敢偷？偷！小妞，疼不疼？疼不疼？小胖，不偷羊奶是不对，
可是我听爹爹说，你陪岩城哥哥一起去找女孩，说你很坏。哎，小胖，他们为什么要找女孩啊？我不知道，总之是男人常给他们钱。我爹爹说什么，用钱买他们的心，是不是跟明珠姐姐一样？说什么啊？你不是说过，男人来送金，女人心奉献。男人送你1斤黄金，你要还他8两心啊！谁叫你说这些的？这么目无尊长！我现在可没这样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教好你们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应该向你们道歉，也应该受罚。我真是枉为人师，枉为人师，枉为人师，枉为人师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夫子，你回来啊！夫子，你回来啊！夫子。啊！哎，大叔，我们没钱，不能收下。这是免费的。啊！天下间居然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！我这个人乐善好施。啊！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。对啊，我才不相信呢。说书人说，公子哥儿最爱偷偷在背后护家人。哎，会不会是有哪个公子喜欢明珠姐姐啊？哪有这回事儿？也许是另一只狐狸精，也说不定呢。去你的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老板，不错，这是应该的。老板，这是你的羊奶钱。哦，原来是姚烈大哥在帮你啊。哎，可是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他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他哪敢说啊？哎，他不是很穷的吗？哪来的钱买羊奶呢？你干嘛约我来这里啊？有件事儿我想问你，我是不是比较白啦？不是的。啊，不白吗？不是比较白，是比以前更白，简直是肌肤胜雪。这要谢谢你的羊奶了。谢我的羊奶？我哪有羊奶送给你啊？你不用再隐瞒了。你是这个样子，我看到你需要羊奶，所以我出了点力。到底这件事情是我搞出来的。羊奶这么贵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我是替人砍树挣来的。原来你替人做苦工，你居然替人做苦工，卖羊奶给我。嗯。永远握紧，或许爱情就不会翡翠举棋不定。翡翠，翡翠。黑白终究会分明，天亮了梦不一定醒，闭上眼睛，世界才会变安静。以为付出会和幸福存在必然关系，其实只是自己爱到了瓶颈，才发现有些距离早注定。相信憧憬到清醒，约定证明到指引。喂，
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找翡翠啊！你真是太过分了，还想着别人家的老婆啊！哎呀，什么？我心情不好，想找个人谈谈心。你心情不好找我老婆，那我心情也不好，我去找谁呀？啊？你找谁关我什么事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想打架是吧？对呀，我只想找个可以给我打的人，那就是你。打就打，谁怕谁啊？这里不方便，我们换个地方。不方便了，那就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去。走啊，走啊！连城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打不过你，我是不想打而已。哼，你是不是想说，何必动口又动手，不如坐下来喝杯酒是吗？酒我前2天跟你喝过了，现在我就要跟你动口又动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现在要跟你动口啊！第1招3宗罪。什么3宗罪？你抢我娘子，对朋友不义，教坏学生，妄为人师。是妄为人师。妄为人师。你有辱家门，对爹娘不孝。你这种人不死啊，还有什么用啊？你还招吧你。好啊，第1招呢，算你赢了。那第2招呢？第2招，你口口声声说很爱翡翠，可是她跟我已经有了名分。只要我不写休书，你就不能娶她。我也老实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写休书的。我你永远娶不到她。你不死还有什么用啊？是啊，我不死还有什么用啊？那第3招呢？第3招，你可要站好了。这一招啊，石破天惊啊！翡翠她根本不喜欢你呀，要不然她为什么宁愿躲起来，都不想出来找你？其实，是你自己在骗你自己。一个连自己都骗的人，你说你还有希望吗？你干脆死了算了。是啊，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。连你这么一个笨嘴笨舌的人，我1招都接不住。我做人真是太失败了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。现在我要动手不动口了，我来了！第1，你抢我娘子；第2拳，你说我去妓院；第3拳，是你欠我的恩惠。我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，我救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凶手，而不是因为我原谅你，你抢走我的翡翠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还手呢？你简直是个废物，我才懒得打你呢！哼！教育也失败了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失败了，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，我还留在世上干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前辈，你是谁呀？哎，小子，你又是谁呀？我只是一介寒生，我姓李，名斌。而我呢，只是一介老生，我的名字呢，就叫做不告诉你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元宝石森林里啊，遇到2个仙人，还有些飞天猪，只要抓到他们，就可以打开宝箱，实现自己的愿望。你到底是那个善良的北斗星君呢，还是那个凶恶的南斗星君呢？其实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呢？那女人呢，就抢之可也；情敌呢，就杀之可也。前辈所言，未免过于残暴不仁，绝非君子所为啊！什么叫君子？什么叫小人？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呢？你实在是太善良了，要加一点恶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呀，教你学最阴毒的武功，随时可以置人于死地。你为什么要教我最阴毒的武功啊？你这么蛮不讲理，为什么要害我？我是不会跟你学的。
因为是你求我的。我什么时候求过你教我武功啊？如果你心中没有魔念，怎么能进得来呢？魔念？我怎么会有魔念呢？哼，自杀跟杀别人一样是罪恶。你说的倒有一点道理啊。有道理就行了。可是我还是不会学。轮得到由你来选择，已经太迟了。搞定了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已经将我最阴毒的功夫呼嘿传授给你了。什么？群龙无首啊！就是你最讨厌、最阴毒的功夫啊！群龙无首。你群龙无首，这绝世的武功，遇父弑父，遇佛杀佛，唯我独尊，挡我者死！不要，我不要这恶毒的武功！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？啊，教你武功，哪有人像你这样学的？哼，真是的。好鬼，跑哪儿去了？喂！你刚才为什么要打我？打得我腿好疼啊！喂，不是我打你的呀！不是你是谁啊？喂，你不要！哎，你怎么随便给人安罪名的？我不是南斗星君，我是北斗星君呐！刚才他的眉毛是交叉的。哦，还是有区别的。可是你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，难道是孪生兄弟吗？哎，当然不是啦！提起来就气，那个南斗星君是我用自己一半的精元变出来跟自己玩的。你是个善良人，怎么会做出一个恶人来呢？那是因为我不想变一个跟自己一样的玩伴嘛。所以就变一个跟自己完全相反的人。你很善良，他很恶毒。我本来打算跟南斗星君玩过之后呢，就将他消灭。谁知道他越来越不受控制，不但到处惹麻烦捣蛋，而且还专做坏事情。哎呀，那你为什么不除掉他呢？我不能够杀他嘛，因为我杀了他之后，连我自己都玩完了。你说怎么办呢？那你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啊！我也很后悔，因为一时开心，搞得疑惑人间。哎，我曾经想过的，要和他同归于尽呢。哎，谁知道他变得越来越狡猾，老是躲着我。那他是你变出来的，总有一些弱点，你是可以掌握到的。所有办法我都试过了，那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哎呦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。前辈，请你告诉我，群龙无首用什么方法可以克制住？只要有我在，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。他回来了，你快走啊！你去找乾隆无用啊！这双手如果可以永远握紧，或许爱情就不会举棋不定。黑白终究会分明，天亮了梦不一定醒，闭上眼睛世界才会